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这届顶流怎么越笨越火？诚意综艺翻车现场竟成圈粉神器。阅读此文之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当破碎感男神变身环保卫士，监控镜头捕捉到奇妙一幕，以吐血美学封神的诚意，正蹲在你好星期六录制现场的地板上，认真拼凑道具碎片。粉丝偷拍视频里，他边剪边嘀咕别浪费还能用，这画面与热搜上诚意生日全程 LED 霸屏的盛况形成魔性反差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让200万网友8小时狂点屏幕的顶流，私下竟是个念叨垃圾分类的憨憨。武林盟主遭遇方言刺客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，当诚意用烫嘴粤语念出这句死亡绕口令，现场导演紧急调高麦克风音量，后期剪辑师坏心眼的配上唐门绝学散装烫嘴功特效，弹幕瞬间被救命他在做法吗刷爆。更绝的是暗器泼水环节，这位古装男神把水袋抡得像打太极，结果泼出个360度无差别攻击，连摄像机镜头都挂满水珠。追星10年的老粉笑出眼泪，别人上综艺是降维打击，他是被综艺降维打击。数据江湖的另类玄学，酷云收视曲线暴露真相，当诚意顶着湿发甩头时的峰值直接创下季度纪录，这让人想起琉璃时期的神奇定律，他吐一口血，视频点击就暴涨100万。如今综艺失误现场被网友做成笨蛋帅哥自救指南鬼畜视频，在 B 站收割200万播放量。最绝的是大湾区前辈张智霖的神补刀，拍戏用替身，泼水用真身，让监控室导演笑到差点触发火警。逆向营销的破圈密码。生日当天8点17分，运动品牌放出他在综艺摔跤的集锦，配文真男人摔出风采。原本嘲笑4只各走各的网友，转眼就冲进官网抢联名款。这种自黑式营销被富山海剧组玩得更溜，薇娅戏拍到手指脱臼的路透刚流出，工作室立刻放出绷带见花练习视频。48小时狂卷1亿阅读量，当代观众早看腻了精致假面，这种努力营业但日常翻车的真实感，反而像3伏天的冰镇汽水让人上头。夜幕降临，生日应援的 LED 海洋照亮城市天际线。有粉丝在超话里写道：“我们爱的从来不是完美机器，是那个薇娅调再高也会恐高，方言烫嘴也要硬撑。”却永远对镜头鞠躬说辛苦了的笨蛋。或许这就是新时代的追星哲学，在工业化造星流水线里，笨拙的真实比精致的虚假更动人。就像诚意在节目里那个摔得四仰八叉的蛤蟆功，虽然狼狈，却诚意综艺翻车现场，尴尬瞬间全曝光，本人直呼丢人丢大了。诚意上个综艺，怎么说呢？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的丢脸现场，但说来也怪，这丑现的反而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直呼他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天选综艺人。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尴尬的脚趾抠出3室一厅，可在他那儿就跟喝水吃饭一样自然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事儿啊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他跟综艺节目那是配一脸。说起他那些让人捧腹的瞬间，首先就得提那手套戴反的事儿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真是让人跌破眼镜。大家伙准备玩游戏，工作人员麻利地发了手套，他呢，一脸认真，接过手套就往手上套，那动作叫一个行云流水，看着是挺专业，结果呢，何老师在旁边看着，那表情真是想笑又得憋着，眼珠子都在打转转，估计心里头那弹幕都刷爆了。最后实在没忍住，
小心翼翼地提醒他：“哎，诚意是不是戴反了？这手套上的颗粒，他的在外面啊。”他这才低头看自己的手，一看，嘿，还真是那颗粒感人儿的摩擦面儿全闷在里头了，怪不得觉得有点别扭。这下可好，全场都炸了锅，笑声此起彼伏，跟开了闸的洪水似的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自己也傻眼了，脸瞬间就红了，捂着脸直说：“完了完了，今天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”那样子真是让人又心疼又想笑。你说这事儿换了别人，大伙肯定觉得是不是没睡醒啊？怎么这么迷糊？可摊在他身上，就觉得这很诚意，莫名的合理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，不足为奇。还有那吃东西的时候，一次性筷子的包装袋，一般人不都是用手撕吗？他倒好，可能是手劲不够还是怎么着，直接就上嘴了，对着包装袋就是一顿啃。那画面怎么形容呢？就像小仓鼠在啃坚果，全情投入，压根没注意形象管理这码事儿。等撕开了，东西拿出来正准备吃呢，猛地反应过来，哎呦喂，这儿是不是有摄像头啊？赶紧东张西望，心里估摸着应该没拍到吧。结果一回头，好家伙，一个黑洞洞的镜头正对着自己，那感觉就像是偷吃被抓了个现行，瞬间石化了。赶紧假装啥也没发生，眼观鼻鼻关心，主打一个只要我不尴尬。尴尬的就是看录像带儿的你们。可他转身跟镜头对视的那一秒，那眼神儿，那表情，怎么说呢？跟做贼似的，那偷感简直是爆棚。屏幕前的观众都能感觉到他那股心虚劲儿，真是让人笑出内伤。估计他心里头在呐喊：“我的果果们啊，你们能不能小点声笑，给哥哥留点面子啊？”结果呢？果果们回应他的那是更加肆无忌惮，响彻云霄的哈哈哈哈，那声儿比雷声还大，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再来瞧瞧他那热心肠儿，真是没得说。但热心归热心，有时候真是热不明白，能把人气笑。在台上听着工作人员给他说待会儿亮相要看哪个机位，本来这是他自己要注意的事儿，结果他听完可能觉得大家伙都得注意吧，或者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就特别热心的开始跟旁边的人普及知识。哥，你等下亮相看这个机位，对，就是这个亮灯的。妹妹，你也是啊，等下亮相要看这个机会。眼瞅着他就要把台上所有人都指导一遍了，工作人员急得跟啥似的，赶紧跑过来，哭笑不得地打断他：“哥，停！不是他们看这个机位，是你亮相看这个机位，他们不看这个。”他这才猛地一愣，指着自己鼻子，一脸懵地问：“啊，我亮相？”那反应真是让人笑到岔气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本来想帮人，结果把自己都绕进去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这事儿啊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好心办坏事，有时努力的方向不对，那也是白搭的。亏他这人没啥坏心眼儿，不然真的被人误会。怪不得他录节目之前还提前给何老师发信息打预防针，说自己又要去丢丑了。结果何老师直接回复说：“嗨，没事儿，我们就喜欢看你丢丑。”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让人觉得何老师是懂我们的啊？看着他在节目里特认真的想做好，结果又总是阴差阳错的出点小岔子，那样子真是太招人喜欢了，跟那什么生物钟被打乱了似的，节奏总是慢半拍，但就是有莫名的喜感。看了他上综艺的这些表现，真是让人深有体会。原来聪明这玩意儿，在某些时候还真不是天生的，有些时候真的能靠演出来，或者说有些人就自带一种傻白甜的属性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逃不开那股子天然的憨劲儿。他这人啊，真是活久见，身上带着一股子接地气的傻气，不矫揉造作，真实的就像隔壁村二傻子，让人看着就觉得亲切。
忍不住想了，这也许就是他身上最珍贵的地方吧。毕竟，在这个大家伙都努力扮演完美的时代，一个敢于真实献丑的人，那简直就是一股清流，让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人还真是个活生生的人啊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。就像那什么，鞋合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，观众喜不喜欢，那得看你是不是真诚。